宝跟阿财两个好朋友。阿财啊，有一天问阿宝，什么原因让你下决心要减肥的？那天中午很热，我中暑晕倒了，中暑就决定减肥？不是啊，是我在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我清晰的记得他们在那里喊着1、2、3起，1、2、3起，1、2、3起。我都醒来了，他们还没把我抬上车。胡乃文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夏天吃姜有什么好处？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师开处方。夏天湿热是百病的源头，吃姜可以去除湿热。同样的，冬天呢，因为热气都缩在体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多半吃的比较温热的，那夏天呢吃的比较寒凉的。那假如这个时候寒凉的话呢，你吃一点生姜可以反而去除湿气。那同样的，冬天因为你吃的热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你吃点萝卜呢，可以理气，把身体里头比较节制的那种热气驱散掉啊。夏天大家容易吃的比较凉、比较冷，在饭里头啊、菜里头啊加一点点姜，可以温暖来平衡它。像是我们在台湾很多的人家他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或煮番薯汤的时候，里头都会加一点点姜，它是温暖好消化。生姜可以常吃，但是不可以多吃，为什么呢？它对眼睛不好。《论语》孔子他说美食不撤姜，他说每一次吃的时候一定不撤掉姜，也就是说一定要有姜，故言常食。他说可以常常吃，但不可以多。有病者是所宜，也就是说所有有病的人呢，吃姜是很好的。但是你看孙思邈讲，他说8、9月多食姜，至春多患眼，损寿减精力。他说8、9月的时候吃太多的姜的话呢，到了春天眼睛就开始坏了，而且会损寿。损寿什么意思？寿命会减少，而且精力，也就是肌肉的力量呢，也会比较不好。那假如说你真的万一吃了那么多的姜，结果眼力受损了，该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喝浓茶可以解。我记得在很早以前，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好喜欢吃姜等到后来呢，我说，你这个，你每一次吃完姜以后，你看看你眼睛都红了，眼睛都肿了，怎么办呢？他说，我说很简单，你就喝浓茶就喝了浓茶就解。可是下次又忘了，又吃很多的姜蒜之类的，结果呢又眼睛红我再叮嘱一声，喝浓茶可以解，就这样子。暑热好气，养饮品补气解渴。夏天大家都爱吃冰，说到冰呢，你知道冰最想做什么事吗？退伍，因为当兵当久了说个冷笑话给大家降温一下。夏天吃冰解渴好还是不好？来，我们看看《本草纲目》里头说不可食之。《本草纲目》里头竟然有夏天的冰，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期没有冰箱，怎么会有冰呢？原来古人他们有办法，他在地窖里面，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把那个冰块一块一块放到地窖里头去。到了夏天的时候，虽然溶解了，但还留了一些这个冰，就是将来可以吃的冰本草纲目里头他说不可食之，虽当时暂快，久皆成疾，也就是说不可以吃。吃了以后呢，虽然是暂时的会比较舒服，但是呢吃久了就会成为疾病了。李时珍说，宋徽宗呢当时就是吃冰吃的太多，结果得到了脾的疾病，脾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我们讲湿生热，热伤气，可以喝一点生脉饮。生脉饮呢，它是能够补气的，而且能够酸收，能够收涩，能够把汗给稍微的减少一点。生脉饮就是人参、麦冬、五味子。人参大概用个2000到3000，麦冬用个3000到5000都不要紧五味子呢用个20颗或者说1000，煮一煮当茶来喝，这就叫做生脉饮。那个人参你也可以用党参或者是西洋参或者是东洋参都可以。另外一个夏天鸡吹带饮品，下午来个乌梅汁，用乌梅泡开水当茶喝，去暑解渴，用这个微微有点酸味的气味能够度过酷热的夏天。快试试以穴排热降温。按摩涌泉穴，穴位降温法。脚底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能够加速血液的循环，促进身体的热气排出，达到消暑的效果。
按摩3分钟就能够帮你降温。《黄帝内经》里头说：“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肾呢是从涌泉开始往上走啊，可以把上面不好的东西引到下头去。假如你常常刺激它的话，水养肌这样用，病毒跑光光。善用水养肌能够去除邪气。水养肌啊，它可以喷出很多的水雾，对不对？好，喷出这个水雾，假如你懂得的话，你在里头加一点鲜花呀，或者是干燥的香花呀等等，然后这个水养肌打出来的这个水雾啊是香香的，这个香气能够帮助你排除很多的邪气，包括了病毒的邪气，包括了感冒等等的病毒邪气，也包括了各种细菌的滋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人就会觉得清爽，觉得很好。可是有很多人喜欢在水养肌里头加一点精油，其实加精油好还不好呢？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可是呢，你为什么不用一个直接用新鲜的花或干燥的花，有点香味儿就好？因为香能够避邪气。例如说，我用一个叫做避瘟香囊的这种药材呢，它里头就是有点香，然后呢，你把它给放在口罩里头戴着的话，就可以闻到香味儿，而且可以避除掉所有的病毒啊，感冒病毒等等。现在好药材比较缺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去买避瘟香囊的材料，说不定你都还没有办法全部买得到。那怎么办呢？其实所有的香材都好，例如薰衣草、迷迭香啦、百里香啦等等，还有什么尤加利等等啊，这些香的东西都可以帮助你排除那些疫情或者是邪气。假如可以的话，家里头的庭院里头、阳台上面都可以种一些紫苏啊、薄荷啊或百里香啊等等这些，然后呢，可以帮助你达到防疫的效果。运动后最怕你做这2件事。运动之后一身汗，不能马上冲洗冷水澡。最重要的是，千万别灌冷水、灌冰冷的饮料，不然呢，很容易气喘。这我在很早以前就讲过的，曾经有过好多次的这个病人呢，就是因为在夏天流了一身的汗，喝了冷水，或者说冲个冷水澡，哇，好舒服。可是等一会儿他气喘了，而且呢，这个时候要治都不简单。养成喝热开水的习惯。我们家里面温热水都是我在喝啊，这个其他人不喝，这也是很糟糕的。其实呢，最好还是喝温开水比较好。神奇，原来心静最散热。夏天很热，人容易心浮气躁，容易发怒，所以古时候的《黄帝内经》就讲使志无怒，就让你不要发怒，保持平静啊，保持清静，是度过夏天时光最好的方法。炎炎夏日要重视心神的调养，心平气和处事的态度啊，对于保护心气不受损耗最为受用。例如有一本书叫做《抱朴子》，抱朴子它里头就教人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积，最好要注意这12少，就是12个这事情都要少。而古人呢，他就讲少，而不说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他就叫你少。什么意思啊？适度的发泄是好的，过度的发泄就不好了。所以适度的就是少念少笑少乐等等呢，就是少一点，少念少笑少乐，正面的太过多了也不行。同样的，喜怒愁情绪过多也不好，负面的当然就更不行。不要老是演8点档，情绪过度，妈，我尿床喽！你这样子一下子就哭起来了，没了必要。就是尿床了就尿床了吗？阿嬷，我尿床了，帮我收一收，好吧？帮我洗一洗好吗？就这样不就行了吗？绑一茶，2味草药就搞定。假如你觉得有点头痛、发烧，类似感冒的症状啊，刚刚开始，你立刻可以用紫苏叶、薄荷叶泡个热水喝，喝完了以后，稍微发一点汗，大概就好了。假如是实在不行，就去找医生啊。中医呢，假如说你到了中医这里，中医也是给你一些发汗的方子啊，包括了什么金方白术散啦、人参白术散啦等等这些啊。那么吃了以后盖个被子，出了汗就好了。到药房去买的话呢，我倒是不建议你不管怎么样吃金方白术散也好等等，你就是找医生给你开处方，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开量多一点或量少一点。耐人寻味的医学典故。有的时候啊，你去一个药房，你会看到药房呢，它可能在墙壁上挂一个匾，
这个匾上面写的举井留香，或者是举泉留香，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原来是汉朝的时候啊，在文帝那个时候有一个修道的人，这个修道的人名字叫苏丹啊，人家又称他为苏仙。有一天突然听到天上有音乐了，你知道过去的人修道有成的时候会听到天上的音乐，就知道可能有人要成仙成道了。那苏丹呢，他知道自己已经修成了，就跟他的妈妈说：“妈，我要成仙了，很抱歉啊，我现在开始就不能够继续供养你了，不能够服侍你了。”那妈妈就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很简单，这样子好，我拿两个盘子给你啊。这两个盘子里头呢，你假如说你想要吃的时候，你敲一敲小盘子就有东西吃；假如说你想要穿衣服的话，你敲一个那大盘子，那就有衣服了。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有吃的有穿的。”然后又说，明年这个时候这块地方会有瘟疫，假如人找你治病的话，你就从我们家里的井舀出1升的水，然后呢加一片我们家里头那个橘子树的树叶，放一片给他，让他喝下去就会好的。果然苏丹走后第2年，求水求叶子的人不计其数，甚至于不远千里而来，饮用了那一个橘叶水的都痊愈平安了。你知道吗？这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个传说啊。因为中国古时候的文化呢，是一个修炼的文化，历代呢都有人修炼得道，并且成仙。你看那个什么八仙啦，什么这些都有啊。那因此呢，历史上神奇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玄很传奇，但是对于修炼人来说的话呢，却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好，很多人都有神通，只是人们迷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当中，很多功能就被淹没了。今天的内容说到这里，我的 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方都有一个超级感谢，点下去，欢迎您捐款赞助我们，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IG 跟 Podcast 的频道，谢谢大家，拜拜。